很多人会抱怨大货车司机常常违规停车，不止阻碍交通，还常常引发事故。但你知道吗？前阵子交通部宣布，只要符合某些要件，大货车违停可以劝导就好。到底发生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大货车违停卸货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近年来，因为网络购物的兴起，有越来越多的大货车穿梭大街小巷，但有很多人抱怨货车违停卸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他们不只会占据外侧车道，或是违停在转角处阻碍交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还常常引发交通事故。尤其是为了闪躲违停货车，遭到后方大车追撞致死，还有人因为撞上连结车的卸货铁台丧命。这样意外频传情节，让许多人开始关心货车违停卸货的议题。再加上前阵子交通新制上路，规定交叉路口10公尺内违规停车，民众可以拍照检举，如果违规被记点太多次，还会吊收驾照。那本来很多人都期待大货车违停的情况终于有解哦，但是9月底交通部却宣布，在上下货品时，如果没有严重危害交通安全跟秩序时，警察可以劝导驱离，不用举发。11月中，交通部还说，在3种情况下违停可以暂缓记点。交通部是在护航货车司机吗？到底货车司机为何老是要违停卸货？违停卸货是谁的责任？这问题真的有办法解决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去年底，国外媒体 CNN 报道台湾交通乱象多，违停的情况非常普遍，甚至还指出台湾是行人地狱，让台湾政府开始正视交通问题。而今年的6月30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正式上路，除了为礼让行人无照驾驶、加重危险驾驶都提高罚则之外，也重新检讨违规记点制度，增加民众检举交通违规的项目。而其中有项规定引起了许多大货车驾驶的不满，甚至还上凯道抗议，引爆警民冲突。新制规定，在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交叉路口等地方违停，就会被记点数1点，1年被记12点就会吊扣驾照2个月。那如果2年内被吊扣2次驾照，又再度被记点的话，就会直接吊销驾照。汽车货运仓储业产业工会认为，新制上路之后，等于是把所有违停的责任都算到司机头上。但大部分的货车驾驶并不是贪图方便才违停，他们是被迫违停的。货运工会之所以会说很多大货车司机被迫违停，主要的原因有以下3个。首先，许多送货的热区通常都在热闹的商圈当中，大部分的商圈都没有划设足够的卸货车格，导致司机想要好好的停车卸货也没有办法。再来，就算有划车格好了，这些卸货车格也常太小，根本就没有办法容纳各种不同体积的货车。最后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是，就算有卸货停车格，大小也可以让货车使用，却很常被一般的车辆占用，搞到最后货车还是没有车格可以停。另外，他们也认为交通新制对于货车司机很不友善，他们每天要卸货数十次，如果被检举就要记点，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挤满12点，被吊扣驾照。宅配通工会的这个理事长就批评说，这个法规根本是想要逼货车司机失业嘛。他们认为，因为停车格不足，再加上货车司机没有驾照就不能够工作的特殊性，不能够跟一般的这个驾驶人相同标准，应该要以辅导代替记点，保障司机的工作权益。而交通部也对此做出了回应。今年9月底，交通部表示，虽然新制开放民众检举违停，但他们已经跟警政署讨论过。按照目前的法规来说，民众检举的案件在没有严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时，警察不一定要举发，可以劝导或者是驱离就好。11月10日，交通部更进一步的发布新闻稿承认，目前都会地区道路确实没有足够的临时停车空间，不只是货运司机，包含了计程车，一般民众都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地点上下车或是上下货品。所以目前针对3种情况，包含了违规临停骑楼、交叉路口、公车站牌附近会暂缓记点，不过经警察举发之后呢，还是会依照规定罚钱。那等到各县市政府划设了一定比例的临停黄线或是专用的卸货停车格之后，才会开始实施新法。
但也有人认为交通部演绎个老半天就只祭出这些措施，也太混了吧？他们认为呢，应该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有人批评台湾之所以违停严重，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警察根本不会抓。他们认为呢，执法单位应该要加强取缔车辆违停以及一般车占用卸货停车格的问题，这样才不会治标不治本。不然到时候格子化了，还不是被一般车停走，根本白忙一场。再来，他们也建议有些县市已经开始针对部分的卸货车格实施智慧化管理，也就是透过自动镜头和科技执法，避免卸货车格被长时间占用，增加卸货车格的周转率。不过，也有人认为明明赚钱的都是那些商家，应该要把商家的责任纳进来讨论啊。有人认为违停卸货的本质就是商家把营业成本外部化的结果。简单来说，商家透过货运司机送货，让自己可以持续的维持营运，但货车违停卸货所带来的风险，就是广大的用路人来承受，这根本就不公平。所以有人建议商家应该要主动点处理卸货的问题。比方说呢，早在2020年，台北市就已经开始受理商家申请卸货车格，而新北市也可以透过商家联署提出申请，再由政府机关评估是不是可以设立，而其他县市也都几乎有类似的申请管道。既然可以申请，那商家为什么不申请呢？除了懒得申请，不知道相关消息，有些商家表示一旦申请了大货车停车格，店面就常常会被大货车挡住，会影响到生意。另外，也有高雄店家表示不是他们不申请，而是依照目前市政府的内规，每条路就只能够装设一个装卸或停车格，而其他车辆呢，还是只能够违停，非常不合理。对此，高雄交通局说，原本的考量是不希望排挤其他的停车需求，但会持续检讨，在2024的1月底前定出符合高雄市的申请规范。但也有人认为货车要卸货的问题不只是商家，很多宅配物流呢也都要送到民宅，总不可能大家都去申请卸货的车格吧？更大的问题应该是台湾的交通道路设计应该要被彻底的检讨。有人认为台湾的道路设计呢，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不止没有统一的设计标准，比例还常常画得很奇怪，像是路肩或者车道画得超宽，但却没有设置避车弯和人行道。再加上民众对于道路安全的意识不足，路边常常会被民众的杂物霸占，或是被私人车辆停慢，才会造成货车无处可以卸货，行人也无处可走的困境。有人建议应该要透过适当的车道瘦身，把原本道路上浪费的空间做更有效的利用，将汽机车的行驶路线、货车卸货的位置和行人行走的路线彻底的区分开来。这样一来，就可以参考日本做法，要求货车司机在商家附近的卸货区集中下货之后，再用手推车把货物运送到商家。因为呢，车道瘦身之后，也有安全平坦的人行道，可以降低司机送货的阻碍，就能够大大的提升司机不要违规停车的诱因。而且这个方法呢，也不一定费时费力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县市采用绿色标线型人行道以及黄色的防撞杆这类比较省钱省时间的做法，改善交通环境。在了解货车违停的议题之后呢，我们也同意，可能是因为道路设计的问题，才会让很多大货车司机不得已违停卸货。那如果我们只把责任归咎到司机身上，对他们记点甚至是吊销驾照，除了会影响到这些货车司机的生计之外呢，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便利的生活。现在我们只要动动手指或者走个几步路就到便利商店，就能够买到从台湾各地甚至是美国日本空运来台的商品，都是这些物流业者辛苦工作的成果。所以我们也认为在改善道路设计之前，只罚款先不要记点是个合理的做法。但我们觉得这个措施只是个短暂的过渡性政策，重点还是要大家集思广益，想办法解决货车停车格不够的问题。那虽然我们今天整理了一些建议但其实这些方法的背后也都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方说，要警察加强取缔，那警察人力的问题需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要商家主动申请停车格，那申请流程申请方法就应该要更加透明便利；要政府改善交通设计，那改善期间的这个交通黑暗期也需要大家互相体谅。那碍于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谈到所有改善违规卸货的方法。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议，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有兴趣呢，看更多的台湾交通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播放清单找台湾交通怎么了，看看更多的讨论哦。那最后我们也想问大家，你觉得要解决货车违规卸货的问题，应该要先朝哪个方向努力呢？当然是警察严格执法这样子大家才不会乱停车。B， 我觉得赚都商家在赚他们应该要更主动的申请卸货停车格。C， 当然是道路设计虽然实行起来最麻烦但应该最能够根除问题。D， 我觉得要三管齐下，我们才可以赶快摆脱行人地狱的坏影响。一起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货车违规卸货。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到违停乱象以及行人地狱。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